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官宣纪梵希全球代言，从国民女神到高奢缪斯，这波太燃了。从默默无闻到国际代言，赵丽颖用实力证明，没有背景也能闯出一片天。她以百变形象完美契合纪梵希时尚理念，这场强强联合注定惊艳全场。家人们，最近娱乐圈又有个超炸的消息，赵丽颖成了纪梵希全球彩妆代言人。这热搜一出来，可把粉丝们给激动坏了，我也兴奋的不行，必须得跟大伙唠唠这事儿。我可是赵丽颖的老粉啦，看着她一步步从默默无闻到大红大紫，真的太不容易。她刚出道那会，好多人都不看好她，觉得她没背景，长相也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大美女，在娱乐圈很难闯出一片天。可她硬是凭借自己的努力，一部戏接一部戏的打磨演技，像《花千骨》里的小骨，那单纯又坚韧的劲儿被她演活了。还有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里的盛明兰，从一个庶女一步步成长起来，赵丽颖把角色的复杂心理和性格变化演绎得丝丝入扣。她就是靠着这些精彩的角色，慢慢积累起超高人气，征服了一大票观众。这次她成为纪梵希全球彩妆代言人，我觉得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赵丽颖的形象一直都很百变，既能驾驭那种清新甜美的风格，又能轻松切换到成熟大气的御姐范儿。就说她出席活动的时候，妆容总是恰到好处，不管是淡雅的裸妆还是精致的浓妆，都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这和纪梵希彩妆追求的时尚、个性又不失优雅的理念简直是一拍即合。而且啊，纪梵希那可是国际知名的大牌，在彩妆界的地位那是相当高。能选赵丽颖当代言人，说明品牌方也是看中了她身上巨大的影响力和粉丝号召力。这不仅对赵丽颖来说是一个新的事业高峰，对咱们粉丝来说也是特别骄傲的事儿。以后走在大街上，看到纪梵希的广告，想到代言人是咱们喜欢的赵丽颖，那感觉别提多爽了。我还想到之前有些品牌找代言人，只看流量不看形象和品牌契合度，结果合作效果并不好。但纪梵希和赵丽颖这波合作，我感觉就是强强联合，说不定之后会推出一系列特别惊艳的彩妆产品，就像赵丽颖每次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一样。说真的，看着赵丽颖越来越优秀，在娱乐圈的路越走越宽，作为粉丝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也希望她以后能有更多的好资源，在时尚界和演艺界都能继续大放异彩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赵丽颖官宣成为纪梵希全球代言人这一消息一经发布，便如同重磅炸弹般引爆全网热搜。作为曾经被质疑土气、不时尚的她，能够成为国际一线奢牌的代言人，不仅是她个人事业的又一次腾飞，更是打破刻板印象，重塑自身气质的生动写照。从拼命三娘到国民女神，再到如今的高奢缪斯，赵丽颖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，天赋不是全部，真正令人佩服的是靠自己一步步打拼出来的格局和坚持。纪梵希作为国际顶级奢侈品牌，对代言人的选拔历来极为严格，从背景、气质、审美到国际影响力，每一项都是高标准审查。而赵丽颖这位出身普通、无背景无资源的姑娘，却能成功跻身这一舞台，靠的正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自律、进化和不服输的底气。曾几何时，她因接地气的长相、农村姑娘的出身被外界不断质疑，甚至在她事业正盛时依旧有人对她的时尚表现抱有偏见。但如今，当她穿着纪梵希高定，镜头前自信从容，那份由内而外的高级感早已是岁月和沉淀共同打磨的结果。此次纪梵希官宣赵丽颖，不仅是品牌战略布局中对于亚洲市场的精准投射，更是一种审美的升级。赵丽颖身上所展现出的东方柔美与坚韧品质，恰恰与纪梵希想要传递的高级、纯粹、极简、
优雅的品牌理念相得益彰。她不是那种第一眼就惊艳众人的高奢脸，但却是那种越看越有力量的耐看型，越沉静越优压，越成长越坚定。这种风格与纪梵希的气质完美融合，甚至让人觉得这场合作从未有过违和。更重要的是，赵丽颖这几年在风格上的突破有目共睹，从甜美古装剧女主走向实力派现实题材大女主，从低调不爱露脸到如今频频出席时尚活动，她不仅是影视圈的常青树，更是时尚圈的新宠。她剪短头发，挑战利落干练风，穿上廓形大衣和中性造型都毫不怯场。她尝试复古妆容、经典礼服，站在红毯上的每一次亮相都成为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。而这一次与纪梵希的合作，正好印证了她风格的多元和高度的可塑性。再回看赵丽颖一路走来的轨迹，会发现她从不急于讨好观众，更不依赖短期流量带来的浮华颇盛。她耐得住寂寞，也守得住底线，在一个又一个角色中淬炼演技，也在一个又一个时尚合作中摸索风格。从早期的楚乔传到近期的谁是凶手、幸福到万家，她不断刷新自己的演艺边界，而如今她更是将这种边界延展到了国际高奢舞台上。这并非偶然，而是她多年来对自己严格要求、不断学习与成长的必然结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她的粉丝与路人缘也在这种稳定和坚毅的过程中悄然积累。如今她没有新剧上档，却依旧热搜不断，话题连连，靠的就是那份始终如一的专业态度和始终如一的真诚。她没有刻意打造时尚人设，也没有过度消费自己，而是用一次次实力亮相打破外界质疑，一步步稳扎稳打向前走。这样的赵丽颖不需要大声张扬，就已经让人难以忽视。也正因如此，她成为纪梵希全球代言人才更显珍贵与合理。在这个流量迭代迅速、时尚宠儿频换的娱乐圈里，赵丽颖用自己的节奏和坚持，在时尚舞台上稳稳站住了脚。她代表的是一种不依附、不妥协、不低头的女性力量，是那种哪怕起点不高，也能通过不懈努力实现逆袭人生的最美范本。面对这份荣耀，赵丽颖在社交平台上的回应却依旧谦逊低调，依据感恩相遇，一起创造美好，足见她不骄不躁的态度。这种从容不迫，或许就是她最迷人的地方。她没有高调炫耀，而是将焦点放在未来还会继续努力，这份态度令人动容，也令人佩服。对于一路陪她成长的粉丝来说，这一刻无疑是无比骄傲的。从那个穿着简单、默默无闻的小花，到如今站在国际舞台的女星，她的每一个进步都被无数双眼睛见证着。而对于还在奋斗路上的普通人来说，外媒镜头下真相曝光，王一博面相大变，陈小一欲成谶。当别的明星在摄影棚里卷生卷死时，王一博直接把自己卷成了现实版印第安纳琼斯。从雨林探险到考潜水证，他活成了镜头拍不出的模样，连虎口的后颈都是雨林送的限量款勋章。王一博在巴黎香奈儿秀场亮相时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这还是当年那个精致到头发丝的顶流吗？白衬衫配亮片外套的造型下，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晒得黝黑，方下颌线像被刀削过似的，肩膀肌肉把西装撑出自然的弧度。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他虎口接着层后剪，这哪是摆拍能弄出来的？活脱脱像个刚从丛林里钻出来的探险家。半年前拍完维和防暴队就玩消失的王一博，原来真跑去美洲雨林野了。粉丝们急得满世界找人时，人家正扛着摄像机在藤蔓间荡秋千呢。这剧情比偶像剧还魔幻。当别的明星在摄影棚里卷生卷死时，这位爷直接把自己卷成了现实版印第安纳琼斯。陈晓2年前那句他面相会变的预言，现在看简直神了。时尚圈向来是看人下菜碟的主儿，前阵子还有黑粉潮他要转行当导游，转眼巴黎的闪光灯就追着他喊贵族探险家。
这反差大的跟川剧变脸似的，可人家压根没当回事。秀场后台有人看见他就着自来水抹了把脸，头发还带着亚马逊河的风，就那么大喇喇往镜头前一站。要搁别的流量明星，早被造型师按着做8层护肤了。攀岩队的老哥们在社交媒体上爆料，说王一博训练时摔得浑身青紫都不带吭声，有回绳索磨破手掌，他随便缠圈绷带又往上爬，现在右手虎口的茧子比老队员还厚实。这些细节遍布了人，就像他演漫长的季节时在东北零下20度冻出来的红血丝，都是实打实的生命印记。难怪网友调侃，别人转型靠通稿，这位直接给自己换了张人生地图。眼下内娱还在卷红毯造型时，王一博的赛道早跑到热带雨林里去了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他消失的半年里考了潜水证，跟着科考队拍纪录片，摩托车骑的能去参加专业比赛。这些技能听着像明星立人设的标配，可到他这儿全成了玩真的。就像网友说的，别人在镜头前假装生活，他是把生活过成了镜头拍不出的模样。时装周结束后，有记者问他怎么看待过气传闻，他摸了摸后脑勺，笑出一排白牙。我在雨林里找信号挺费劲的。这话把在场媒体都逗乐了。其实明眼人都懂，人家维和防暴队票房摆在那儿，漫长的季节豆瓣9分挂着，手里捏着硬货的人根本懒得玩虚的。倒是那些天天买热搜的明星该慌一慌，观众现在可精着呢。修图软件拉出来的直角肩，哪比得上真刀真枪练出来的倒三角？考古队发现他早年采访说过想拍纪录片，当时都当是场面话。现在回头看，这小子分明在下一盘大棋。别的流量在横店拍古偶时，他跑去看火山喷发；别人在综艺里装傻卖萌时，他在悬崖边上架摄像机。这种活法在内娱简直像个异类，可偏偏观众就吃这套。有粉丝说的妙，以前觉得他帅得不像真人，现在糙得不像明星，反而更上头了。香奈儿秀场外有个插曲，当时有个法国记者追着问保养秘诀，王一博举起节俭的手掌晃了晃，这是雨林送的限量款。这话传到国内，直接炸上了热搜。现在想想挺有意思，当整个行业都在追求完美无瑕时，有人主动把生命的毛边展示给你看，反倒成了最奢侈的叛逆。就像他代言的某个户外品牌广告词，有些勋章注定要刻在皮肤上。外媒镜头下的王一博，像是打开了另一扇认知之门。他曾被定义为少年感冷白皮线条流畅的五官，但随着他逐步踏入国际舞台，在更真实、更高清、更苛刻的媒体镜头下，那个曾被熟悉滤镜包装的偶像，开始暴露出一种更接近现实、更成熟的面相。他的脸不再是过去那个清冷少年，而是一个经历过风浪、隐忍转变的男人形象。尤其是最近在巴黎时装周曝光的一组照片中，王一博羊毛卷造型霸屏外网，面部轮廓的厚重、眉骨的突出、眼神的深邃都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。有人惊呼这是王一博吗？有人感叹终于懂陈晓那句他以后一定会变得很不一样的真正含义。陈晓曾在某次公开采访中说过，王一博的脸会越来越有力量。当时这句话并未掀起太多波澜，但今天再回头看，却像是一语成谶。年轻时的王一博自带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冷感魅力，沉默寡言，眼神躲闪，仿佛是内娱生态中异类的存在。而现在，在外媒镜头下，他身上多了一种沉稳与锋锐的矛盾感。他不再执着于讨喜的偶像面孔，而是慢慢以一种真实、未经修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。这种变脸不仅仅是外形的转变，更是心态与身份的转换。我们都知道，娱乐圈是靠脸吃饭的地方，而内娱又格外苛刻。在滤镜和美颜横行的时代，观众往往对男明星的面容期待是永远少年、永远无瑕，但现实是残酷的。一个27岁的男人，
无法永远维持18岁白牡丹的状态。王一博选择的是走一条与大多数流量不同的路，他没有刻意迎合外界对冻龄偶像的幻想，而是放手交由时间和精力雕刻自己的样貌。当少年感慢慢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不同文化、不同角色、不同舆论下成长起来的演员、艺人、创作者。他近几年的曝光频率不高，尤其是长达400多天未拍新剧的空窗期，更引发了许多人的质疑。但就是在这种沉寂中，他没有选择在内娱刷存在感，而是转身走向国际文化场，频繁出现在巴黎、东京、纽约等时尚和文化重镇。他的曝光渐渐不再依赖国内平台和综艺，而是通过时尚大秀、纪录片探索、滑板赛事乃至公益活动形成全新路径。他已经不是那个舞台小王子，而是一个被外媒认可、有文化符号意义的中国面孔。此刻，当外媒镜头毫不留情地呈现出他的真实面貌时，我们看到的不是衰退，而是他用成长换来的内在延展。很多人说，王一博现在的脸没有以前耐看了。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，会发现这个变化也许更令人敬佩。少年时的美是天赋，而成年后的棱角与表情是经历。在无数评论他变了，他没那么精致了的声音下，王一博却丝毫没有回避现实镜头。他照样笑着面对采访，照样站在 Chanel、Dior、LV 的秀场中央，照样成为各大外媒捕捉的焦点。他身上那股我知道我是谁，我不再讨好谁的从容，才是真正打动人的核心。也许正是这种变化，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王一博，不再是过去那个只在舞台上发光的偶像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纹理、有故事的人。比起粉丝滤镜下完美的形象，他现在的状态更值得欣赏。他不再试图掩盖疲惫与倦怠，也不再躲避真实与老去，而是以更加立体的姿态，完成了一个演员该有的成长轨迹。他的高冷变成沉稳，他的淡漠变成担当。他用无数次的沉默与坚持，诠释了什么是不靠炒作，靠作品和人格去立足。其实我们也都知道，在娱乐圈走红容易，被看清很难。尤其像王一博这样起点高、争议多、话题热的人物，更是处处受限。任何一次变脸都可能成为攻击的由头，任何一次不负期待的选择都可能引来非议。但他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。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他现在的模样，但他似乎也不再需要每个人都接受。在这个人人都在追求流量最大化的时代，他反而把曝光频率降到最低，用更真实的状态打动更广阔的世界。我们常说，一个人真正的魅力，是在他不再努力讨喜之后所展现出来的自信。王一博正在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这种魅力。他也许不再是你心中那个男孩，但他是一个比以往更值得尊敬的男人。他不再是滤镜下被过度包装的明星，而是那个在大洋彼岸，在高海拔山峰，在外媒镜头中，在时代文化交汇之处，依旧坚定眼神、安静前行的自己。写到这里，也许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们真正喜欢的是一个永远不会变化、永远完美无缺的形象，还是一个即使有缺陷、会改变，却始终坚持自我、不迎合、不退缩的人？王一博的成长不仅是一个偶像的转变，更是对我们每一个观众的反思与提醒。所以，请你在看见那些外媒镜头下的王一博照片时，不要只看到他脸上的阴影、皱纹和轮廓变化，而是试着读懂那背后的力量与故事。他的改变不是妥协，而是升级；不是失去少年感，而是获得了男人的信念。他不是被岁月淘汰，而是被经历锤炼。愿我们也都能像他一样，接受自己每一个阶段的样貌，并勇敢地走向更广阔的未来。谢谢你依旧关注他、理解他、陪伴他。不论你是路人、粉丝、媒体，还是一位安静旁观者，
愿你从王一博的变化中看到的不只是变样，而是一份沉稳与突破，一种独立与热爱。愿你也成为那个不惧岁月、不怕